大家好，终于特斯拉这个投资者日，整个这个视频呢，我们算是弄完了。这个对我美中时间我也都7点多钟了。那么今天投资者日呢，有几多非常重要的点。那么整个投资者对于投资者日特斯拉的表现其实是不满意的。我们可以看到盘后它是从200多跌到190多，其实有将近5%的这么一个跌幅。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迷茫，那么为什么它在这个地方会跌很多？那么特斯拉到底我们该如何操作？怎么看这个投资者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去来回顾和评价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可以先提前跟大家讲说，我今天的一个结论。首先，我今天看了投资者日之前的他的一个报告，我认为它符合我对一个投资者日的一个预期。我看了之前就是当他直播的时候，大家的一些评论，我们觉得投资者呢，或者说我们炒股票的人，大多数都特别在于短线的一些变化，包括什么时候推出 Model 2啊，是不是有没有墨西哥工厂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廉价车型出来啊 ，Cybertruck 什么时候出来啊，特斯拉能不能再降价呀，就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从长线的去考虑的话，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个公司它的前景愿景和它有没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和野心。那么在今天的投资者日上，其实我是看到了特斯拉巨大的野心，我认为这是特斯拉下一个10000亿美元的一个机会。那我跟大家呢准备一起来慢慢去理解和品味今天市场的这么一个变化。好，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表述。那么首先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可再生能源它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野心。那么可以看到它列出的这些数字都看起来是非常巨大的一个目标。尤其是我看到的是第一个就是储能可再生能源。大家想特斯拉有什么呀？有这个太阳能板的一个还有 Megapack， 对吧？它都对于储能和可再生能源上它是领先者，同时它还有非常强的管理储能的能力。就是说储能其实并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管理储能的软件和管理储能的技术对于特斯拉来说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包括什么呢？对于10个 trillion 对于一个 manufacturer 的这么一个投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是对于它整个这个未来愿景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平常关注特斯拉作为一个汽车制造商，我们关注了有太多关于汽车上的一些细节，包括价格上如何这个金钱上关于就仅仅盯在车这一块。但实际上特斯拉呢，我们知道它作为一个未来的这个巨头，它在各个方面其实都有所建树。它不光是一个车 XLY 板块的，就是说可选消费品板块的一个公司，它同时是科技公司，这点是大家都非常认可的。其实我们知道大家忽略的一点是在储能方面，它还有能源供给方面，它其实可以做一个 XLU 也就是我们说的 utility 的一个 company。 后面它在充电的这个地方，包括30块钱1个月这个可以充电的这个包月上，其实他也讲到了。而且我今天看到了特斯拉巨大的一个野心，它还要变成 XLE， 这是能源板块的龙头，取代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公司。那么它还要在工业生产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这么样一个 player， 或者说一个角色。它又在工业的生产制程和流程化包括简单化、人工智能化上、自动化上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它又是 XLI 板块上的重要的一员。那我们可以说 XLY、XLK、XLU、XLE、XLI。 那么我们还没有，它这里还没有今天完全没有 cover 到的，包括金融保险 XLF。 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除了 XLP 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特斯拉会牵扯到最差也跟当年的通用电气似的，牵扯到整个产业链，从工业的开发从冶炼能源冶炼开发、储能、制造、消费、金融全部都涉猎的这么一个大型公司。那么今天整个让我第一眼感受到的就是它对未来的强大的野心。那么工业生产中如果能更大的产生更好的一个可再生能源和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就能源减少，咱们说的就是能源转化效率。那么特斯拉所用的就是这个跟汽车上用的就是这个热泵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反向空调。就是原来我们比如是一个
汽油车的话，我们那空调不就是发动机烧嘛，或者是我们现在家里的那 furnace 就是这种烧天然气，然后把这个热能转化到一个吹到空气中，我们这个家里就暖了，成这种暖气，或者老式的那种暖气就是烧水的，然后放在暖气里面，这个增加热能。但是它的这种叫热泵的一个工艺，可能将极大的降低这个能源的需求。那么它的热泵这个东西现在只是用在特斯拉这个汽车上，那么这个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点大家可以看太多 YouTuber 他们已经做这些测试。那么能不能用在工业制程上，能不能用在工业的这个发展上、冶炼上，可不可以能更大程度的降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呢？这个发明或者说这一块其实在市场中是被低估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一块可以为大家带来了这样多的，大家自己看这样多的这种机会。那么也就是说热泵这一项技术就可以为特斯拉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景。之后呢，对于它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更新，就是说这 Future of Low Voltage Architecture。那么就是它的这个 Cybertruck 或者说有看到这个机器人 Optimus， 还有 Future 这个 Vehicles 全都是48伏。那如果我们的储能有了以后，我们这未来汽车是从这个48伏的这样一个应用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250伏它现在200伏或者220伏。那么对于我们未来的电动车也好，这个应用也好，它是一个既安全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方便非常好用的这么一个方式。它彻彻底底把很多电动车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一个大型的工业产品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变成跟手机一样的小型的电子器件。那么这也是它未来的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那么对于工业制程这块呢，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特斯拉就是它的做工比较糙，那么这是一个大家非常诟病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它就利用软件集成，然后呢就把它整个的生产线进行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监督。大家想我为什么说特斯拉还是 XLI 板块的？那后面它还有一个关于如何降低生产线上的一个生产成本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过程，就是这是将极大的减少人工的人工的成本。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今天说的软件上的一些应用，他就提到了在生产的过程中来增加这个叫 QC 就 Quality Control 来就进行质量检验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在其他的 YouTube 上可以明确的看到，最近的话都有很多人就是汇报说说特斯拉奥斯汀工厂出产的汽车其质量问题或者说质量的这个良品率吧远远高于以前了。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它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工业制程方面，在这个软件和硬件的相结合方面已经走出了自己一条非常不错的道路。我在这块看完之后，我其实也挺开心的，也觉得非常不错。好，那么后面说到自动驾驶还有充电桩这些我就跳过了，也没有什么特多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供给那供应链的这方面呢，他讲到的就是关于整个的他们设计整个这个设计上的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困难和他们对于整个设计的一个改变。那么整个这个设计的困难之后呢，等于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在这个供应链上的这个整个供应链上的这么一个改进，或者说供应链的一个管理，其实已经有点那个什么呢？有点苹果的意思了就是它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它对整个大家看整个这个半导体和计算的这个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大家看，还记得我上个视频刚分享的我们说的赛道之王吗？赛道之王的这个视频，关于 AMD 也好半导体也好，大家看到它这个需求还有包括这个半导体的需求是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么哪些公司是不是受益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连在一起看。好，那么后面呢，他紧跟着就说到了，就是上面就是这个中国区的这个负责人他直接说到了，就是产出的增加但是成本的一个降低。
那么这也是特斯拉我们说整个这么多制程，大家可以看到它成本是靠什么降低啊？一个是它制程的一个优化，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原料包括对于贵重金属稀土需求的降低。那么还有就是它整个工厂的这个线路不断的优化，不断的降低人工成本，所以它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但是你看其他那些生产厂商就很难做到这么好。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特斯拉除了供应链，还有就是 operation， 然后包括运营各个方面啊，起到了这种非常领先的作用表现之一，就是这样。然后之后的更新包括我们讲到了储能，对吧？这个储能跟我刚才分享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这种对于能源的供给，这是它巨大野心的一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对于，而后来又讲到看这个 overnight home charging 30块钱。啊，这种测试，所以说这是整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在这里面也多次提到。那么最后呢，老生常谈，又是他 CFO 出来的这个过程，包括讲到整个的 operation expenses 这个大幅的降低，他所有的这些努力，最后降低都会体现在财报上，它的整个的运营成本的一个降低。那么我们一般看到很多公司就控制不了运营成本，运营成本越随着收入的提高，运营成本还会增加，而它是逐渐降低的。就整个可以看到它是 industry leading 的这种，所以说它非常非常强的工业制程能力和工业进化能力，这是让我们特斯拉绝对高看一头，或特斯拉非常强大的一个点啊。那么这就整个它的整个 presentation 差不多，这个我就跟大家快速的过了一下。那么最后呢，他就回答了很多问题，包括建立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工厂，什么工厂呢？就是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工厂。墨西哥的工厂，它要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墨西哥工厂将生产下一代的这个汽车，而下一代的汽车可能还不止一种，对吧？那么墨西哥工厂你想要建完之后，在这个工厂再生产下一代的汽车，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你下一代的汽车短期内应该是出不来短期内应该是出不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你期待一个所谓 Model 2什么 Model Q， 之前很多的 YouTuber 都在炒作这个话题，当然我知道这是非常有流量的事情，所以给大家预期会非常高，但它不现实，是因为现在 Model 3和 XY 和这个 X 他们所需求在降价了以后还是非常大的。这点这个一龙最后也说到，就是当它价格降低的时候，会有非常这么大的一个弹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的一代你要特别廉价的车，可能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但它确实需要时间，那取决于墨西哥整个它这个工厂的建造和生产线流程的搭建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如果像上海一样快，那差不多1年搞定了；如果像德国一样的话，那这好家伙，这等吧。所以呢，它后面的一些计划，我们不如去期待它可能会更先出来的 Cybertruck 能不能什么时候量产，还有就是对于它整个每一个工厂的一个产能的提升，还有对于 Model Y 和 Model 3的一个改造，这个整个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我觉得琢磨的。所以整个来说，特斯拉的整个今天的投资者热，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而且我是认为对特斯拉整个它表达的这种期待，我可能也不是非常高，因为特斯拉这个公司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是特别擅长于做这种宣讲类的，他们往往都会给大家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失望吧，会相对来说比较失望的这么一个可能。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份宣讲放在微软发布，那今天股价应该已经是炸天了。但是对于特斯拉来说呢，整个4个小时多看下来之后，我感觉非常的疲惫。这个大部分演讲者也不太擅长做演讲，而且呢过于技术化，对于观众来说，或者说我们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再归纳一下我的观点那就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产能储能的这一方面绝对是起到了一个领先作用，还有包括工业制程。那么作为长期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公司在非常正确的方向上发展，包括甚至于冶炼对于稀土的减少，对于稀土的依赖等各个地方的这个进步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是非常满意今天的他们的一个表现。好，当然呢还有朋友会说到这条图，我当时也是截了图了，就是如果达到了这种Switch
出这个 electric vehicle 全都来的话，大家看这有多少辆车的空间，说明未来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啊。那么特斯拉对于我们长线投资来说啊，今天的整个这个基调定下来了，我就觉得长期投资者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任何的担心，整个公司的前景和发展方向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啊。你相信吗？就是如果你长期投资，如果英特尔今天它做得出来这样的一个投资者日吧，它已经做不出来了。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我是觉得长期投资来说，确实没有太大问题。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来进入短线的一个投资。那我们看到盘后它的下跌是比较多的啊，下跌是比较多的。那么而且是什么？投资者所谓的感觉到不是非常满意，是因为我们投资者往往更受是短期情绪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个情绪影响在哪儿呢？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啊，就是说对于比如说为什么还不公布 Model 2啊，什么时候廉价车型啊，就是降价呀，或者是啊什么 Hardware 4.0 啊，就是非常具体的细节。包括你看盘后很多人问多少种车能达到你一个年生产200万辆的这个目的。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对于长期投资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啊，关键是我们长期看一个公司，要看它领导层和它对于前景非常向前很多年的话，它有没有一个野心规划和蓝图。那么整体上来说，特斯拉都是有的。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可以看，我们就是说从长期来说，这是我对它的目标价从500可以上升到600到700了，我觉得更没有问题了。但短期来说，我们还是从交易的角度再继续给大家分析，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知道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什么呢？非常大的筹码集中量。那么筹码集中在这个方块内，那么这个方块大约就在190左右。那么今天差不多跌就跌在这个位置上了。如果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阴线，明天是贯破，加上市场走得非常弱的情况下，那么特斯拉这个位置上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破位。破位的话，只要反抽不回190以上，那么就是一个交易中的做空机会啊，交易上做空机会，或者我们不参与的话，就等它下来的这么一个下来往下走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向下走的话，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位置上你绝对不应该，如果真是向下走，我们先说两种情况，就是一个是没有向下走，一个是向下走。那么向下走的如果形成的话向下走如果形成的话，那么一定不要着急去抄一个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去抄这个底的话，上面很多的套牢盘会形成巨大的一个卖压，就像我们之前12月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卖压一样，它会形成什么叫多压多的这种格局，又出现一轮带血筹码的一个割肉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难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会进行一个观察，如果真的做的话，明天大约在190附近看它的反应，做短线，这个时候就是做190到210的这种区间。如果这儿能支撑住，形成震荡，那么相当来说，那特斯拉这个底部基本上就已经给它套瓷实了。那么再多说一句，像现在的话，这个市场，我认为市场是马上来到了一个要不然走加速下跌，要不向上的过程。本来我想给大家今天在专门对这个复盘再录一视频，但是今天特斯拉这个日实在太久了，整个看到下来之后，从下午3点，现在已经到中部时间，我们这已经8点多了，所以我这地方呢，我实在没精力了实在没精力了，所以我今天呢会尽量在咱们的community 里复个盘。那么今天呢，对于特斯拉的我的理解就更新到这些，而且晚上呢确实累了，我这说话嘴都有点瓢，如果没有说对，或者说大家不同意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希望大家呢多海涵。我们下次再见，拜拜。